7月初那一周，标普500涨了 1.8%， 美股一片歌舞升平。同一周，费城半导体指数崩了 6.7%， 撑起美股的7巨头一个月蒸发掉3兆美元。你没听错，同一个市场，同一个礼拜，一边在开香槟，一边在办丧事。如果你买的是美国大盘，你那周是赚钱的。但如果你跟大多数台湾人一样，买的是 QQQ， 买的是科技全值指数股票型基金，买的是那7个名字，不好意思，你那周跌了 6%， 那个月你的持股名单里有3兆美元人间蒸发。3兆美元什么概念啊？全世界一年国内生产毛额能超过这个数字的国家，一只手数得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一个在市场里被摩擦了4-5年，终于学会跟市场低头的投资人。各位啊，这件事最好笑的地方在哪？在于那一周打开新闻，标题全是美股续创新高，你兴高采烈的打开自己的对账单，准备享受一下人生。怎么是绿的？还绿的可以放牛了？你揉揉眼睛再看一次新闻，没错啊，大盘在涨啊。这就好比气象局说今天全国天气晴，但你家这条巷子单独下冰雹，还专门砸你的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以为你买的是美国，其实你买的是7个人的命运，而这7个人上个月手牵手一起摔下楼梯。你看的大盘是7个人扛出来的。咱们先把一个很多人搞不清楚的事讲明白。标普500名字上有500家公司，对吧？听起来很分散，很安全，鸡蛋放在500个篮子里嘛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500个篮子，其中7个篮子装了全部鸡蛋的30%多。苹果、微软、辉达、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、特斯拉，所谓的 Mac 7巨头，过去这2年，整个美股的上涨一大半是这7个人扛出来的，剩下490几家公司呢，很多根本是来凑人数的，站在后排挥挥手那种。所以当你买大盘 ETF 的时候，你心里想的是我押注美国国运，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，你把1/3以上的钱交给了7家公司的股价。平常没事的时候，这个结构爽得很，7巨头涨，指数涨，你赚，皆大欢喜。但6月开始，事情反过来了，7巨头相关的 ETF 单月跌了 13%，7巨头单周跌 6%， 就能把纳指往下拖 4%。什么概念？7个人打喷嚏，整个指数重感冒。而这一次更绝的是，其他490几个平常没人理的同学，突然开始涨了，把指数硬撑住，所以你看到的画面才会这么分裂。指数绿油油的涨，你的持股红彤彤的。哦，不对，美股是反过来的。总之你懂，你在赔钱。大盘没有骗你，是你从来没看懂大盘是谁组成的。这里先停一下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角度有点意思，原来指数会说谎这种事，以后我还会猜很多。先订阅一下频道，顺手点个赞，这样下次我更新的时候你才不会错过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夜市摊位理论，什么叫拥挤头寸出清？现在来回答核心问题：7巨头到底为什么衰？是公司出事了吗？财报爆雷了吗？都不是。这一次的机制法人圈有个很文雅的名词，叫拥挤头寸出清，听起来像外星人在讲话，对吧？我用一个夜市讲给你听。想象一条夜市，里面有几十个摊位，有一摊鸡排突然被网红推爆了，说是全宇宙最好吃的鸡排。于是整条夜市的人全部涌过去排队，卖卤味的、卖蚵仔煎的摊子前面空空如也，老板在滑手机。排鸡排的队伍越排越长，排到后来已经不是为了吃鸡排了，是大家都在排，我不排就亏了。有人排到一半，打电话叫全家人来排，有人开杠杆，有人请了排队代排，一个人占10个位置。这就是过去2年的7巨头，全世界的钱，不管是退休基金、对冲基金，还是台湾定期定额的小资族，全部挤在同一条队伍里。AI 是真的，公司赚钱也是真的，鸡排是真的好吃，这点没人否认。问题不在鸡排，问题在队伍。然后某一天，队伍前面有几个人接到电话，说家里有事先走了，就这么几个人离开。后面的人一看，怎么有人走？他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于是又走了一批。再后面的人看到前面连续走了2批，开始小跑步。等到队伍中段的人反应过来，已经是用冲的了。最后你看到的画面是鸡排摊本身什么事都没有，油还在滚，老板一脸问号。
但队伍在30秒内散了一半，而那些跑掉的人去哪了？他们没有离开夜市，他们跑去买卤味和蚵仔煎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周道琼和罗素2000反而跑赢科技全值。钱没有逃出股市，钱只是不再全部挤在同一摊前面。这不叫崩盘，这叫散队。摔得最重的永远不是摊位，是队伍里站得最挤的那一段。说到看见资金在搬家这件事，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麦门，那一般人要怎么提早看出来队伍开始散了？说实话，看新闻是来不及的。新闻标题还在写大盘创新高的时候，法人的钱已经搬完家了。等媒体开始写科技股修正，通常是队伍散完，你站在原地当最后一排的时候。没错，我要打广告了，但你都看到这里了，给我1分钟不过分吧？我自己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套期货看盘软体，解决的就是今天这一集讲的这种局面。他做的事情很简单，把主力筹码的变化直接标在 K 线图上，钱往哪边流，主力在哪个位置防守，哪个位置开始撤退。你不用开10个视窗交叉比对，一张图看完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会自动判断现在是盘整盘还是趋势盘，趋势的力道够不够。像这次指数在涨，内部在散队的行情，最要命的就是你用肉眼看指数，什么异状都看不出来，但筹码面早就翻脸了。主力释放危险讯号的时候，你手机会直接收到通知，不用整天盯盘，盯到怀疑人生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个订阅专栏，盘面一有变化，你就会收到我的文章，我会直接讲我自己是根据什么判断趋势，策略上做了什么调整，哪里要提高警觉。先讲清楚，那里面没有名牌，名牌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个笑话，抄别人答案的下场。今天这集已经演给你看了，全世界一起抄同一份答案，就是那条鸡排队伍。我给的是一套判断的框架，不只给你鱼池，是让你自己学会钓鱼。有兴趣的连结在下面。好，广告结束，咱们回来讲一个更扎心的问题。你的 ETF 里住着几个巨头？现在请你做一件事，打开你手上那档美股 ETF， 不管是 QQQ 还是台湾挂牌的那些科技型 ETF， 去看它的前10大持股，我猜你会看到什么？7巨头至少占了4-5成，甚至更多。然后细思极恐的部分来了，如果只是一周跌6%，你可以说是波动，忍一下就过去了嘛。但如果是一个月蒸发3兆美元呢？如果你手上那档 ETF 6月一个月就缩水13%呢？再往下想一层，你买这档 ETF 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分散风险，结果你定期定额扣了2年的钱，命运全绑在7家公司身上，而这7家公司连跌的时候都是手牵手一起跌，因为全世界的资金部位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以为你分散了，其实你只是跟几千万人一起挤在同一艘船的同一侧。这种心态我太懂了，当年我也一样，看到账面一直涨，就觉得自己选对了，信仰加码开好开满，哪次不 all in？ 结果队伍一散，我才发现我根本不是投资人，我是排队群众。那一周美股社群上的哀嚎，现在回头看还是很有画面。不是说买大盘最安全吗？大盘创新高，我的账户创新低，我到底买了什么？定期定额扣了2年，一个6月全部吐回去。我没有停扣，我只是不敢打开 App 了。好笑吗？好笑。心酸吗？心酸。这就是市场。这里丢一个问题给大家，现在就去看你的 ETF 前10大持股7巨头加起来占几成，看完回来留言告诉我那个数字。我很好奇，有多少人是看了才第一次知道自己买的到底是什么？等等，先听听另一边怎么说。讲到这里，如果我就地收尾，那我跟那些贩卖恐惧的末日论频道有什么区别？多空并存才是市场的真相，所以另一边的声音也得摆上桌。多方的逻辑是这样的：7巨头跌了1个月，公司本身的获利有变差吗？没有。AI 的资本支出有停吗？没有。那跌掉的是什么？跌掉的是估值，本来贵到离谱的价格，现在变成只是普通贵。对长线资金来说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百货公司周年庆啊！同一件衣服，上个月标价1万，这个月标价8700，东西没变，只是排队的人散了。历史上每一次拥挤交易出清之后，只要基本面没坏，那些被洗出去的筹码，最后多半是含泪用更高的价格买回来的。这个逻辑有没有道理？有。所以你会看到市场上2派人吵成一团，
一边说七巨头时代结束了，快逃；一边说谢谢恐慌盘送筹码，感恩。而我的看法是，两边都在猜方向，这件事本身就是最不值钱的。真正值钱的是你知不知道现在盘面处在什么状态？交易你所看到的，不是交易你想看到的。现在盘面给你看的是什么？是轮动，不是崩盘。道琼在涨，罗素2000在涨，资金在股市内部大搬家，看到崩盘就喊逃命的，和看到下跌就喊送分题的，这两种人长期来的下场，通常没什么区别。钱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位子。把镜头拉远，看整条夜市，鸡排摊前面的队伍散了一半，但夜市的总人流没有变少。卤味摊3年来第一次要排队，蚵仔煎老板手忙脚乱的夹锅，整条街的钱还是那些钱，只是重新分配了位置。而且这场大搬家可能不止发生在美国那条夜市里。同一段时间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台股干上了47000点的历史新高，外资买超买到像不用钱一样？先说清楚，我没有任何证据说七巨头跑掉的钱流去了台股，时间轴根本对不上。这种话讲出来就是造谣，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看，至少告诉你一个讯号：全球资金正在重新思考，我到底该挤在哪里？这个题目水很深，值得单独开一集讲。今天先按下不表，回到你自己身上。这一集你该带走的东西，不是该不该卖掉七巨头。我从头到尾没有叫你买或卖任何东西，那不是我的工作，也是违法的。你该带走的是一个认知，当所有人都告诉你某条队伍绝对安全的时候，那条队伍本身就是风险。市场里真正杀人的，从来不是坏消息，是大家的部位都长一样。当海啸来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跑最快，你只要跑得比多数的韭菜快就及格了。而要跑得比别人快，前提是你得先知道自己站在队伍的哪一段。大部分人连自己 ETF 里装了什么都不知道，这场游戏怎么可能赢呢？投资是用钱在输赢的游戏，你得把它当成经营自己的事业来对待，而不是当成排队抢鸡排。好了，今天这个主题的核心逻辑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还没听够，我建议你把我前面几期的影片也看一下。我的逻辑是环环相扣的，这期讲的是上一期的延伸，下一期又是这一期的延伸，而接下来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。美国那边的钱正在大搬家，台股却站在历史新高的位置上被外资狂买。这两条线接下来会怎么交汇？外资凭什么敢在最高点追买？这里面的门道比今天讲的还精彩。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周见。